这是。在萧炎为青林解毒快要完成时，突然整座山峰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旋即一头拥有9个狰狞脑袋的巨蟒自青林身后浮现而出，在他们9对蛇瞳中，竟然与青林的碧蛇三花瞳一模一样。此刻9头蛇充斥着难以形容的凶煞之气，眨眼间便对着萧炎飞扑而来。见状，萧炎3000雷动，马力全开，嘟嘟嘟，几个闪身间，萧炎急忙大喊青林的名字。喝声一落，那9头蛇身子一顿，旋即化为一道娇小身躯落下。见到青林跌落，萧炎一闪，将前者揽入了怀中。你没事吧？刚才怎么回事？青林徐徐睁眼，望着抱着自己的萧炎，他脸颊扑腾一声就滚烫了起来。而后据青林交代，刚才那东西是远古天蛇的灵魂，相传这是蛇类魔兽的先祖之一，他们拥有着毁灭天地之能，与远古天皇是同一个级别，不过他们却早已灭绝。听闻，萧炎又有一丝疑惑，古籍上可没说远古天蛇有9个脑袋。闻言，青林苦着小脸道：“这是变异的远古天蛇，当初我在一处远古山脉时遇到，这东西即便使用碧蛇三花瞳也无法控制，后来它却赖在我这里，时不时还出来捣乱。不过伴随着我实力的增强，这东西的抗拒越来越弱，想必以后就能轻易掌控它了。”语落，萧炎一脸的愕然。这丫头体内有远古天蛇的灵魂，若以后成长起来，即便是斗圣都能一战。如今青林的毒素已经解决，而他实力也稳固在1星斗尊，若是他此刻施展碧蛇三花瞳，便足以控制4星斗尊的蛇形魔兽。随着萧炎帮青林解完毒，他接下来便着手复活药老。在一处宽敞的大厅内，药老经过魂元果的修补，其浩瀚的灵魂力量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瞧的药老已经恢复了本源魂器，萧炎顿时就有些迫不及待，而这些年来他材料也早已凑齐。随后萧炎取出当初在丹会上炼制的生骨融血丹，见状药老露出了一抹欣慰，5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哈哈，看来没我的时候，小家伙的炼药术依旧没有落下。语落，风尊者笑道：“老家伙，你就放心吧，萧炎可是丹会冠军，不比你年轻时弱上半分。”在二老交谈间，萧炎又取出装有妖皇精血的玉瓶，霎时间，那可怕的精纯能量从中弥漫而开，这精血霸道无比，当初一滴就差点让萧炎爆体而亡。接下来就是骨骸，不过萧炎手中最高品阶的不过是一具斗宗巅峰，而这也是萧炎3种材料中唯一不满的。伴随着眼界的提升，这种骨骸确实不够看。听闻，风尊者袖袍一挥，一具4星斗尊的骸骨赫然浮现。这是风尊者往年的一个仇家，后来死于风尊者之手，他便将其尸身收集了起来。如今3种材料都是上上之选，比起当初复活天火尊者时可要好上不少档次，因此若复活成功，想必药老便能恢复到往日斗尊巅峰的实力，甚至突破至斗圣都有可能。而后因为天色缘故，风尊者让萧炎次日便立刻动手，毕竟魂殿几次吃瘪，他们的报复想必很快就会来临，因此药老越快复活，星陨阁才能有更多的保障。事情谈完，萧炎回到自己房间，随后他取出了刻有天阶斗技的3根肋骨，眼下魂殿的报复恐怕不久便会来临，因此当下必须抓紧时间提升战力。肋骨入手，萧炎3000连心火爆涌，而在这等疯狂之烤下，大概10个小时后，肋骨被焚成了暗金色的液体。见状，萧炎手指轻轻触碰在液体表面，突然这液体剧烈蠕动起来，而后紧紧地将萧炎手掌包裹而住。嘟嘟嘟，一股剧痛猛地袭来，就在萧炎感到骨头都要被挤压而碎时，那剧痛却戛然而止，旋即金色液体浸入萧炎手心消失不见。还不待萧炎惊愕完，他的视线逐渐模糊，等他回过神时，自己的灵魂已经处在一片奇异的空间内。此刻前方有道身影负手而立，不过以萧炎的阅历，自然能料到此人应该就是遗迹中的斗圣强者，只不过他此刻仅仅是一丝记忆残片罢了。不久，一道平淡如水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大天造化掌，天阶低级斗技，乃是本座穷毕生之力所创。此掌法讲究造化之意，以掌破天，以力碎万物。有缘人切记，大天造化掌必须使用被金灵弦淬炼后的手掌，方才能施展而出，否则必遭反噬。”听闻，萧炎一惊，原来刚才的剧痛是那所谓的金灵弦在锤炼自己的手掌。不愧是天阶斗技，竟还有这等步骤才能得到完整的传承。不多时，前方身影开始展示大天造化掌的操作方法。只见他一丝暗金色能量勾勒出一幅奇怪的经脉路线，反复几次后，暗金光芒在其手掌上陡然大盛，旋即他一掌挥出，顿时一个黑色光圈闪电般的扩散而开，周遭空间瞬间土崩瓦解。见状，萧炎连忙将之牢记于心。
而后向那道身影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有缘人，记得本座之名，造化圣者。声音落下，那道身影越来越淡，直至彻底湮灭。就此，一代斗圣强者最后的影像便这般消散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内的萧炎猛然醒来，当他看清右掌上隐隐有股暗金光芒时，他目光顿时就火热了起来。而后，他体内斗气按照记忆中的经脉路线徐徐运转，在经历几次失败后，萧炎右掌上的暗金光芒终于陡然大盛，而在此刻，其体内的斗气如同潮水般汇入了右掌之上。察觉到此斗技需要消耗如此多的斗气，绕以萧炎的实力都忍不住脸色大变。随着越来越多斗气汇聚，一丝黑芒逐渐扩大，霎时间，一股恐怖的吸力暴涌而出。见状，萧炎一惊，若这一掌拍下，那周围100米内，星陨阁的长老以及弟子将不会有任何活口。察觉到这一点，萧炎赶忙把斗技压下，而那黑芒也缓缓变淡，最后化为斗气涌入了萧炎体内。揉了揉右手，萧炎微微一笑，若下次再见摘星老鬼，这大天造化掌便是他的索命镰刀。翌日来临，萧炎与药老几人如约来到石塔中，接下来便要开始复活药老。因为此次事关重大，封尊者还将在外的星陨阁强者通通召回，而且整个宗门都进入最高戒备。毕竟药老能否恢复到巅峰实力，这关系到星陨阁将来的存亡，因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将4星斗尊的骨骸放于石台上，萧炎屈指一弹，生骨融血丹便飘向药老。而对于这些步骤，药老自然轻车熟路。当下他接过丹药后，他也是抽出一缕灵魂掠到萧炎身旁。见仪式开始，封尊者与小医仙对视一眼，便悄悄退出了石塔。低喝一声，萧炎将身旁的那缕灵魂拍进骨骸之内，而后他又将天妖黄血晶洒在了骨骸之上。呲呲呲，萧炎3000连心火暴涌。由于妖黄血晶颇为霸道，难以融合，因此必须用异火的炙烤，让其融入骨骸的每一处。幸亏有了上次复活天火尊者的经验，萧炎此次仅用了1天，便将骨骸与精血融合完毕。瞧的这一幕，药老颇感欣慰。如今萧炎的控火之术无疑是精进了太多，甚至比他都已经不遑多让。不久，萧炎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直接把骨骸的右臂搬了下来，然后把远古遗迹中的斗圣右臂接了上去。毕竟这是斗圣之物，说不定日后还会成为药老突破斗圣的契机。不多时，随着3000连心火将手臂与骨骸衔接完毕，萧炎便沉声道：“老师，你可以进去了。”闻言，药老将生骨融血丹吞入肚中，然后闪电般掠进了骨骸。而在药老进入骨骸的一刹，骨骸顿时一颤，随后生骨融血丹药力发动，只见骨骼之上居然神奇地长出了血肉。望着那飞速蠕动的血肉组织，萧炎面色凝重：“老师，顶住了！”语罢，只见包裹骨骸的紫褐火焰顿时熊熊燃烧而起。此时，药老也忍受着剧痛，灵魂力量疯狂地涌入身体各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那些皮肤组织在火焰的炙烤下与骨骼契合，逐渐形成一道血肉模糊的人形轮廓。不知不觉，10个时辰艰难而过，而石台上的骨骸也终于化成了人形。见状，萧炎轻轻松了一口气，接下来便与他没关系了，只能靠药老与这具身体完成最后的融合。与此同时，远在中州西域的一处巨殿，摘星老鬼与一众黑影皆是跪伏而下，恭迎九天尊。喝声一落，前方一道蓝色身影缓缓浮现。还记得此次的任务吗？雨落，近100道大喝之声陡然响起。灭星陨阁，擒萧炎，抓药尘。蓝色身影微微点头，旋即他身形一颤，暴掠虚空。在其身后，摘星老鬼以及黑白天尊也是齐齐掠出。视线移回，在星陨阁的石塔内，萧炎察觉到药老并无异样后，便开始恢复那消耗的斗气。如今自己实力在1星斗尊巅峰，若想突破2星，正常修炼的话，还得半年时间。因此，最快方法无疑是吞噬新的异火。不过其他异火他又没半点消息。虽然萧炎对木谷老人的海心焰很是垂涎，但那家伙最近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，因此那强海心焰的念头不得不搁置下来。思来想去，萧炎又取出在远古遗迹中得到的蕴含斗圣骨髓的骨骼碎片。据说这斗圣骨髓有洗髓伐骨之效，即便某些废物的孩童使用后也会变成天才般的人物。想到此处，萧炎3000连心火暴涌，将骨骼碎片烧得嘎吱作响。2日后，骨骸化为了骨灰，其内则流出3滴斗圣骨髓，将2滴装入玉瓶，另1滴萧炎则吞入腹中。顿时，一股如大海般磅礴的能量涌向萧炎四肢百骸。感受到体内的变化，萧炎急忙开始炼化。3日后，萧炎缓缓睁开双眼，实力直接来到2星斗尊。长长的吐出一口空气，萧炎望着石台上，药老依旧双目紧闭，未有苏醒的迹象。
突然，一道肃杀之意在这片天空猛地响起。星陨阁，交出萧炎与药尘，否则今日血洗此处。听的声音，萧炎面色巨变，这魂殿还真会挑时间。此刻，在星陨阁的广场上，风尊者、小医仙、天火尊者皆是面色凝重。在星陨大阵之外，铺天盖地的魂殿强者将此处重重包围，其中就包括黑白天尊以及老鬼在内的3名天尊，此外还有7名尊老，几百号斗宗。看这架势，明摆着是要血洗整个星陨阁。